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船在水中漂，钱财不断来，早晚必发富。手相中明堂低洼，犹如湖泊河流，玉柱纹清晰直上，形成元宝纹，犹如宝船一样在水中游荡。这种元宝纹在手的特征，犹如船在水中漂，一生不断钱财。手心洼，必发家。当我们摊开手掌的时候，掌心明堂之处明显低洼凹陷的人，一般都能发财发达，成为人中之龙。然而，你一定不知道，真正的手心低洼到底怎么看。通常，手掌自然伸直、伸平，四指合拢，然后往手心上倒上水。如果掌心之水能不流走的，才是真正的手心低洼。这样的人可是万中无一，必成人中之龙，名利双收，指日可待。手心洼的人，现实中确实是比较少见的。这样的人在生活当中是能够拥有意外之喜之人，通常情况下比他人拥有更多的好运气。所以说，通常代表一个人在财运生活当中能够开天辟地，拥有许多意外的资产来丰富自身的资产实力。在获得一些意外之喜来临的过程当中，能够积极的学习理财知识以及金钱管理手段，让自身的财运以及金钱得到不断的充盈，从而实现未来生活的富足。手心洼的人命运平稳，一生当中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坎坷较少，所以说这一类人基本上遇到的困难和挫折都会非常低，整个人的人生状态非常如意，在生活当中能够谨慎地挑选机遇，以及能够认准目标，进行不断的努力以及奋斗，获得良好的发展未来。他们对待生活积极向上，能够积极地开拓财运发展市场。所以说，整体的资产情况能在自身的努力条件之下源源不断地提高。接下来看一下如何正确看手相。手相其源有西洋、印度和中国三支。汉族民间的手相学源远而流长，终成今日博杂大观。因为手的粗细及纹路会随着时间改变，也可以从手纹的变化来探讨现在手相不同于八字。八字是预知未来的婚姻、事业和财运，手相这是全面预测现在、了解自己本身的一种预测方法。手相的主要作用，更全面细致地了解现在的自己和看清现在。人如果有点什么大病小痛的话，会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人的相不仅可以反映健康问题、运势、感情，往往也会反映在相上。相怎么看，人们也很好奇，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看手相的基本知识。一、看手相看哪只手？也许很多人会说男左女右，其实这种说法是并不正统的，因为在手相意义里面，左手为先天，右手为后天，所以在手相里认为右手的影响要大于左手。看手相侧重于右手，以右手来作为判断，参照左手在吉凶、祸福等方面来加分减分，也就是以右手为主，左手为辅，基本的5条线，明白它们在哪，代表着什么。一、感情线，从小指开始向食指横向延伸，代表人的情感和情绪，又叫做天文，又叫婚姻线、爱情线等。一个人的恋爱过程，何时结婚，婚姻会不会美满，会不会离婚、再婚等，他所透露出的男女关系，不一定是指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同居也算。感情线深细的人感情细腻，相反比较粗放。感情线链状的人多愁善感，为人比较敏感、感性等，根据不同的特征可以判断不同的感情状况、态度。二、智慧线，从食指和拇指之间向小指横向延伸，代表我们的事业和个人魅力，又叫做人文，又叫做思想线，在手掌中央，呈倾斜走向太阴丘，在感情线、命运线、生命线几大主线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在研究时，主要注意智慧线是否深刻明显，线的长短以及是否平直或者是下垂，线条颜色是不是明润，
智慧线以深细为佳，表示思想能集中，头脑聪明。如果有倒纹，就表示思想不集中，记忆力比较弱或者脑部受挫。智慧线折断，零碎代表思想凌乱，做事没有条理，目的不明确，不满现实，爱幻想。智慧线太幼弱，表示长期过分内向、羞怯、拘谨，缺乏斗志。3. 生命线从食指和拇指之间向下延伸，代表人的健康以及一生中的大事，又叫做地纹。生命线的长短并不代表人们常说的寿命长短，而是代表生命力的强弱。生命纹长深红润，表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强，一般不容易生病。相反的话，就是体弱多病的人了。生命线比较粗的人运动能力强，它代表个人体力的强弱、家庭环境运气的吉凶、个人的健康极恶、性能力的衰旺。生命线从起点到终点不间断，而线条深且鲜明，稍带红色，表示体力充沛，能做大事。如果线条短或者链状、十字形状多，就是病弱或容易受伤的征兆。4. 命运线纵向贯穿手掌，并不一定非要穿过感情线与智慧线，表示一个人的运势，又叫事业线，表示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及事业发展、人生运程状态。线条刻得清楚，表示生活安定，能顺利发展。如果线条歪或断断续续，表示职业或自己的地位、立场容易变迁。有的人没有命运线，其实未必可悲，而有命运线也不一定可喜，需要结合手型及其他线纹来看，不能单凭命运线就判断好坏。5. 婚姻线出现在小指根部和感情线中间地带的短线，影响的是爱情、恋爱方面、结婚时间等，是观察结婚对象好坏，或者结婚后是否幸福的部位。在水星丘侧小指根部掌感情线上方所刻划的短短横线，有时出现几条，但以最长最明显的一条为准。手纹有3大纹，首先是十字纹手相，在手掌上有2条短短的纹路交叉而成，其吉凶意义根据所在的手掌部位而有所不同。第2是星纹手相，在手掌上由3条或3条以上短短的纹路交叉而成，吉凶意义也是根据出现在手掌上的部位而各有不同。第3是倒纹手相，出现在手掌的5大线纹上，通常具有不好的意义，吉凶影响看所在的线而定。8大丘：1. 金丘，指拇指根部隆起，环绕大拇指的部位，代表健康与活力。2. 木星丘，指食指根部隆起的部位，代表积极程度、上进心等。3. 土星丘，指中指根部隆起的部位，代表思考与诚信方面。4. 太阳丘，指无名指根部隆起的部位，代表财富、才能与名声等。5. 水星丘，指小指根部隆起的部位，代表创意、机智方面。6. 月丘，指手腕上金星丘对面隆起的部位，代表浪漫、神秘性质等。7. 第1火星丘，位于金星丘与木丘之间的部位，代表勇气、积极等。8. 第2火星丘，位于水星丘与月丘之间的部位，代表冷静、自制力。接下来举例几种富贵的手相，一般有钱人有如下手相： 1. 断掌，断掌的人通常思维敏捷又大胆果断，这正是赚偏财需要的心理素质，因此赚取横财的机会比一般人要大得多。只是再请看看你的无名指，如果它接近中指的长度，则可能沉迷赌博难以收手，要小心因此倾家荡产了。许多企业老板和阶层领导人是断掌，积极努力又富气概的个性，常使其雄踞于社会上位。不过也正因性子急、固执的性格特色，容易得心脏和脑血管疾病。赚了钱也要有命花，这一行的你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健康，许多事情是事缓则圆。2. 手掌软绵且丰厚，掌软如绵是富贵格。如果手掌硬就与财无缘，手掌软绵且丰厚的，
易成为有钱人。3. 手掌有志，手掌的志一般都是属吉志，手掌心的志代表智且富，代表你很聪明，将来会富有。朱砂掌及微见红色的痣散发在双掌之中，掌色鲜润，主一生有财。他朝避白手兴家，富贵骄人，生有此掌者，最宜做生意，对外开发财源，必能从而发展财富与事业，财力亨通。4. 不动产线，具备不动产线的你，有不动产运，连接太阳线和命运线的横线，称为不动产线。不动产线在手掌域下方出现，得到房产的机会愈早，来源是父母赠送或自己赚来，可搭配手上其他线条一起参照。不动产线2条以上时，表示你的不动产运相当好，可以以房子为基础，掌握更大的财运，可善加利用此优势。不过，没有不动产线的人，可不能擅自推论为没财运，只能说因为主客观因素，譬如常出差为买房或习于租屋而和房子缘薄，其他方面的偏财运，如股票和中奖运的有无，则要参看手掌其他线条判断，别因此而觉得自己一辈子与偏财绝缘。5. 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星，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星，这2个部位，任一个部位出现星星的你，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太阳丘的星星若连接了婚姻线，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太阳丘的星星若连接了太阳线，将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如果星星单独出现在这2丘，也将掌握到意想不到的幸运，譬如像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从落魄的单亲妈妈成为全球最会赚钱的作家，或者你会投机运很强，炒股票赚到一大笔钱。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6. 财运线比较粗且明朗清晰，无名指跟对着的一条是财运线，又叫成功线。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顺利又有钱，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愈动愈旺，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名声以及一切跟幸运有关的运势，所以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财运线生于掌基处，向无名指方向伸展上去，如生的长，而且清晰明显，又无断线杂线。如是者，其人必有良好之财运，本身在运用金钱上亦甚有一套方法，懂得运用金钱去制造更多生财之工具。相信每个人对于富贵还都是比较执着的，而且有的人更是一辈子都在朝着富贵去追求，可有的人却是生下来便开始富贵的。那么在手相中有哪些纹路代表富贵，有哪些纹路代表贫穷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富贵的纹路。1. 豪宅纹。所谓的豪宅纹，就是手掌中有一个类似米字的纹理，又称为米字纹。纹听起来十分的土豪，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的财运十分的旺盛，很容易就能获得大量的金钱和财富，并且这种人还是年轻的时候就财运旺盛，因此能够积累大量的物质财富，自然可以住豪宅，享受富贵生活。2. 富爻纹。富爻纹就像富字和爻字样的纹样，主学堂智慧和贵人助力象征。富爻纹出现在艮宫、震宫是文昌星照命，主科举中魁；出现在看宫，主昌看鱼纹，主贵人助力，一生富贵无比；出现在人文线或者中宫，称为飞鱼纹，一生人缘极佳，做事顺利，有富有贵。3. 六纹路。所谓的六纹路，就是指手上有一种相近六角花朵一样的纹理，此手相为吉祥之相。能有这样手相的人，很早就拥有他人想要的一切，晚年时期的运程更强，
即便是早前的运程再差，也可以白手起家创业，变成人上人，走向富贵的生活。4. 宝晕纹，手掌中的宝晕纹在手掌中好像螺旋式一样，一圈一圈向外拉开。有这样手纹的人非富即贵，今后必然能做出大事业。倘若做生意，大脑聪慧灵敏，把握住挣钱的机会，就会立刻行动。倘若做官，也能迅速在政界中稳住脚步，处事聪慧圆滑，为人处事坚决，掌心快。5. 偏财纹，所谓的偏财纹，就是在大拇指内侧有网状的纹路。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财运十分的旺盛，属于拥有大富贵的一类人。拥有偏财纹的人，获得财富就在一瞬之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夜暴富。这种人得上天的眷顾，能赶上拆迁、中彩票这样的幸运之事。也许今天还是个穷人，明天就能拥有巨额财富，过上富贵生活。2. 漏财的纹路。1. 手腕上有十字纹。手腕上有十字纹，也就是呈现 Y 形的夜叉纹。有此手纹的人，命中劳碌，生活艰辛劳碌，很难找到很好的赚钱门路，生活艰辛，日子过得比较辛苦。但是有此手纹的人，心气儿比较高，行事散漫，总想着一夜暴富，但是命中无财，反而非常容易破财，难以获得好的收获，把钱都花在无用的地方，赚的无论多少都存不住。2. 感情线生的弯曲，并延伸到食指下方。有这样手相的人，大多感情丰富，心地善良，喜欢帮助他人，但是性格方面稍显犹豫，做事有些力不从心，这有时可能就会使自己破财，还是量力而行为好。这种人一般漏财严重，经常会因为一些不必要的聚会或者是不相干的人散掉一部分钱财。3. 手指多缝隙。手指多缝隙就是手伸出来的漏洞非常的多，这些漏洞既表示会漏财的征兆，在投资方面的财运比较差，缺乏理财的天赋，所以应尽可能的存钱，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不要有过强的投资欲望。天生就是漏财严重，不善于理财，也是存不住钱财的。与周围的人际关系也不是很好，贵人运差，兄弟姐妹对自己的帮助也比较小，自己不守财是月光族。4. 财运线过短。如果财运线较为短小或是不完整，中间还有断裂的痕迹，拥有此手纹的朋友财运不是很好，不仅财运一般，还很容易破财，做事往往都是事倍功半，效率非常的低，要比别人付出多倍的努力才能成功。建议拥有此手纹的朋友心态放好，做事不能太冲动，三思而后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5. 手指上有竖纹。除了大拇指以外，其他手指上有很多竖纹的话，被称为劳碌手，预示其人平时生活不宽裕，花钱也比较大手大脚，存钱比较困难，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不得不终日打拼。但如果大拇指的第二指节出现多条纵横交错的积财纹，表示一生的辛苦会终有回报。积财纹越多，挣钱能力越强，积累的财富也越多。那么有着漏财纹的人一定会贫穷吗？虽然说他们从来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而且这样的人一直以来都是存不住钱，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会变得非常的贫穷，因为他们的赚钱能力其实是比较有的，而且可以通过别人来把钱存住。这种方法的话，也会让他们拥有一定的财富。接下来小酱汁就给大家具体说说。1. 不一定贫穷。有着漏财纹的人不一定会贫穷，因为他们其实财运还都是比较不错的，只不过这样的人往往都存不住财富，因为他们对于花钱往往是没有太多概念的，很多时候都是大手大脚的，所以说基本上是属于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的人，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一定的财富。2. 花钱大手大脚。
有着漏财纹的人花钱从来都是大手大脚的，这样的人都是那种非常大方的人，对于自己家人和朋友都十分的舍得，所以说也很愿意去花很多的钱。再加上他们本来条件就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在花钱方面基本上是不懂得节制，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都会使用最好的。3. 不会理财。有着漏财纹的人根本就不会投资理财，他们在这方面是没有太多能力的，而且整个人没有多少经济头脑，因此不管有多少钱，基本上都不会进行投资理财，而且他们投资理财往往都特别的容易会亏，所以他们的钱财往往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把钱花在最有用的地方。4. 赚钱能力不错。有着漏财纹的人赚钱的能力其实是比较不错的，他们是那种非常有实力的人，而且整个人也比较的聪明灵活，所以说在赚钱方面确实是比较能干的，这也让他们花钱非常的厉害，因为自己也赚得很多，所以说这样的人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太穷，毕竟本人是非常有头脑的。5. 可以交给他人。有着漏财纹的人如果不想贫穷的话，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个方法的。如果把所有的钱都放在自己的手里的话，他们一般都不会有太多的积蓄，因为他们对于钱财没有太多的概念，所以说他们可以把一部分的钱交给自己亲近的人，这样的话就可以积累下来，拥有一笔财富。所以有着漏财纹的人不一定会变得非常的贫穷，他们在赚钱方面其实是非常有能力的，而且整个人也比较的灵活聪明，但是这样的人往往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的，而且整个人没有丝毫的投资理财的能力，所以说很容易会漏财。但是他们可以把一部分钱交给家里，能够积累财富。男人手相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很多人都相信手相可以透露出一个人的性格、运势等信息。那么，男人手相中的大小三角纹又代表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男人手相有大小三角纹好吗的问题。1. 什么是大小三角纹？大小三角纹是指掌纹上出现的三角形，它们通常分为2种，一种是大小相等的三角纹，另一种是大小不一的三角纹。2. 大小三角纹代表着什么意义？一大小相等的三角纹，如果掌纹上出现了大小相等的三角纹，那么这代表着一个人有着很强的领导能力和执行力。这种人通常很有决心和毅力，不会被困难挫败，而是会按照自己的计划坚定前进。2. 大小不一的三角纹，相比于大小相等的三角纹，大小不一的三角纹通常更好一些，因为这种人不仅有领导能力和执行力，还能够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前途也会更好。3. 大小三角纹对男人的意义是什么？对于男人来说，手相中的大小三角纹是一个非常好的标志，因为它代表着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性格。虽然这并不能代表每个男人都会成功，但这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男人手中的大小三角纹代表了他们的决心和毅力，这是成功所必须的。4. 大小三角纹能否改变？手相虽然是不可改变的，但我们可以减缓或改变一些不利的手相，例如我们可以饮食健康、抽烟少喝酒，以及进行适当的锻炼等等，这些都可以使我们的手相变得更好。5. 具体的解读。对于手相专家来说，他们通过综合各种手相纹来判断一个人的命运和性格。在这个过程中，大小三角纹肯定是人们非常关注的一种。对于男人手中有大三角纹的人来说，一般来说，他们具有以下的特征： 1. 有很强的领导才能。大三角纹通常都出现在手掌比较突出的地方，因此手中有大三角纹的人通常都具有领导才能，而且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带领团队获得成功。2. 事业有成。手中有大三角纹的人通常能够在事业上获得很好的成就，特别是在创业和开拓市场方面更是非常厉害。3. 好财运。
有大三角纹的人手气也较为旺盛，他们通常容易拥有财富。而对于手中有小三角纹的男人，他们通常具有以下的特征：一、容易得到爱情。由于小三角纹寓意美好的爱情，因此手中有小三角纹的男人通常能够在爱情方面取得不错的成就。二、家庭幸福。小三角纹还寓意着家庭和谐幸福，因此男人手中有小三角纹的人也容易拥有幸福的家庭。六、大小三角纹和男人财富的关系。当男人的手中有完整的大小三角纹时，其财富往往也会比较充足，因为大三角纹代表勤奋、努力，小三角纹代表聪明、智慧，这些品质的积累为男人带来了许多机会，并且也使其拥有了良好的创业与投资眼光。综合上述，可以发现男人手相中的大小三角纹确实对于其健康、事业和财富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大小三角纹完整的前提下，纹路越清晰越漂亮，代表着男人越来越长远的眼光与品质的提高。因此，男人手相中的大小三角纹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当然，除了三角纹外，男人手相眉智慧线中间分叉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这种手相代表着什么呢？如果男人手上没有智慧线的话，应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接着来一起深入了解一下这个话题。一、什么是智慧线？智慧线也称为头脑线，是手相学中最为重要的线之一。它是从手掌的基部开始向上穿过置于食指和小指之间的区域。智慧线的主要作用是反映出人的智力水平和头脑能力。二、如果男人手上没有智慧线，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男人手上没有智慧线的话，代表着他缺乏智力和头脑能力，不善于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通常人们把这种手相称为缺陷手相，但是也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毕竟人的智力和头脑能力并不是完全由智慧线决定的。三、如果男人手上智慧线中间分叉呢？如果男人手上的智慧线中间有分叉，通常被称为智慧线叉状分支。这种手相代表着他具有双重思维方式，能够处理复杂情况和具有挑战性的事物。此外，这种手相也暗示着他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思维，只要他充分发挥这些潜在的能力，就有可能在职业和事业上取得成功。四、如果男人手上没有智慧线，应该怎么做？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手上没有智慧线，不要灰心丧气。重要的是要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没有智力和头脑能力。事实上，大多数人的智力和头脑能力都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锻炼而得到提高的。因此，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智力和头脑能力，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一、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不断扩展自己的思维范围和视野。二、多思考，多分析问题，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参加一些智力竞赛或大小智斗等游戏，锻炼自己的头脑和思维能力。四、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心态，良好的睡眠和饮食习惯能够帮助你提高思维和记忆能力。此外，我们再来说一说男人手相中的爱情线分叉到底表示什么。男人手相爱情线分叉是一种常见的手相情况，让不少喜欢看手相的人非常关注。究竟这种情况代表什么呢？最后来了解一下吧。一、什么是男人手相爱情线分叉？在手相学中，爱情线是指从小指开始向掌心延伸的一条线。如果男人的爱情线分叉，就代表着他在感情上可能会受到不同方向的诱惑，也可能会有多段感情经历。二、爱情线分叉的形态很多，这里先介绍几种较为常见的。一、一分为二，爱情线在中途分叉，分出两条线，表示该男人在感情上容易受到不同人的吸引，有可能多次恋爱或出轨。二、三岔口，爱情线在中途分叉，
分成3条线，称为3生石，意味着该男人有3个异性伴侣或者经历了3段感情。3倒 Y 型，爱情线在底部分叉，像一个倒着的 Y， 表示该男人的感情生活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需要加强自我保护。3爱情线分叉的位置和长度影响大吗？爱情线分叉的位置和长度对其意义和影响也很重要。比如，如果分叉位于中指基部，表示该男人在感情上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家庭观念；而如果分叉长度很短，只有几毫米，那么其影响力也不会太大。4男人手相爱情线分叉的意义是什么？男人手相爱情线分叉代表的是内心的复杂和不易被理解，他们对感情的态度可能有些复杂，难以确定自己真正的需求。爱情线分叉也可能是他们在感情上徘徊不决，难以做出决定的信号。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男人手相爱情线分叉也可能意味着他们容易在感情上出轨。5爱情线分叉的男性应该如何对待感情？男人手相爱情线分叉并不一定代表他们不能拥有长久稳定的感情关系，重要的是他们要正视自己的情感状态，努力寻找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同时他们也要对感情保持诚实和忠诚，避免做出出轨的行为。6男人手相爱情线分叉的女性应该如何看待？如果你是一位女性，你也许会好奇男人手相爱情线分叉的意义。首先，你要明白，这并不代表你的男友或伴侣会出轨，而是他们对感情有时会比较纠结和难以做出决定。如果你与这样的男性交往，建议你与他保持充分的沟通，让他明确自己的态度和需求。总的来说，男人手相爱情线分叉并不是太狠的征兆，只要对待感情诚实认真，并坚守自己的原则，就有可能拥有美好的人生和幸福的爱情。7如何改善男人手相爱情线分叉的情况？在改善男人手相爱情线分叉的情况上有许多方法。首先，男人必须学会关注自己真正的情感需求，并且在选择感情伴侣时必须更加仔细和谨慎。如果有可能，男人应该相互支持，讨论自己的感情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最重要的是，男人需要保持积极的心态，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享受生活。1事业线紊乱，命运坎坷。事业线顾名思义，代表着一个人的事业运。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被很多杂乱的小纹路所扰乱的话，代表着事业运坎坷不顺。这类人一般想法很多，但每个想法都很难落地，所以总是摇摆不定，做什么事情都很难长久，最终事业方面肯定是一团糟。对于男性来说，如果事业不好，那其他方面肯定也很难好，毕竟事业才是其他生活的基础。若是女人如此的话，如果婚姻线长得较好的话，还能补救一下。2感情线紊乱，招财进宝。如果一个人的感情线分叉较多，被各种杂乱的细纹打乱的话，这类人大多感情不是特别的顺心，年轻时容易有多段感情，但大多无果，一般结婚较晚，但是也不用太过担忧。虽然婚姻方面不是特别理想，但是还到不了命运坎坷的地步。凡事都有利弊，这类人的事业运往往会比较好，挣钱能力毋庸置疑，而且大多身体也比较健康，容易长寿。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反而比较的好命。3生命线紊乱，走向极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长得紊乱不堪的话，这类人的命运大多属于悲喜交加的类型。这种人一般性情非常的不稳定，属于比较矛盾的一类人，有时候较为狂躁，有时候也特别的安静，遇到事情容易想不开，喜欢钻牛角尖，考虑问题和做事时就容易陷入极端，做出一些超出常人想象的动作和行为。一般来说，这种人的命运大多也属于极好和极差两种，
要么幸福到爆炸，要么痛苦到崩溃。4. 智慧线紊乱，思想混乱。智慧线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思想、学习等等，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家运。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长得非常混乱，有许多细小分支的话，一般这类人的思想比较的活跃，也可以说比较复杂，考虑问题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你永远也猜不透他们脑子里下一步想的是什么，而且不喜欢受到约束和制约，做事时有点不合群，也没有太强的集体观念，所以大多人缘不是非常好，容易影响到自身的事业发展，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也没有太多的耐心去对待另一半和子女，对家运不利。第2，案例分析。男人手向此处被刺破，中年必有婚变，妻离子散，晚年孤苦命。第1个，手掌红润有光泽，只是有点虎吞龙的格局，有点喧宾夺主，出身家庭环境一般。小指外撇，和子女缘分不深，从生命线尾端杂纹也看出，晚年易为子女操劳。从纹路看，生命线偏弱，根基不稳，初期的锁链也说明祖业难靠，父母助力不多。生命线脑线分离处也加倒纹，说明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吃过不少苦。生命线中年阶段见多条小的上升线，中年进入婚后似乎颇为挣扎，有上进心，但是上升线偏短未成型，自己看似努力，但是效果不明显，亦辛苦求财。感情线在3大主线中最为深刻，重情感性之人，感情中很投入，从影响线和事业线接触，看出姻缘来的比较早，影响线和财运线伴随而来，婚姻有物质基础，婚后财运见长。中年阶段事业线断开，事业中年遇瓶颈，好在月秋来了一条帮扶纹，度过中年危机。脑线来看，35岁之后越发清晰干净，经历了生活的磨练，心态变得更加沉稳平静。M 字纹来看，也是典型先苦后甜的命局。第2个，男主这对佛耳区确实很显眼，耳垂大而朝口，福运深厚，只是耳轮太强，耳廓不显，比较循规蹈矩，个人魅力的气场有些不足，很低调实在的人，比较适合做 IT 等技术类的工作。额高饱满，聪明，逻辑思维能力强，早年学业不错。中年发福的状态，有些肉多于骨，脑力工作者普遍的面相特点，这其实是不利事业和健康的。脑力和体力要平衡，人生路才能走得稳。眼皮浮肿，近期杂念多，心绪不宁，少熬夜也损耗福报。眉脓不散，职场遇贵人赏识，但是田宅宫过于浮肿带疤痕，靠山有但不稳，终究需要靠自己。山根偏弱，此处也是极恶宫，注意3高和职业病的侵扰。体质不好，再好的运势也无福消受，注意调整。鼻高隆，鼻头肉，财运很旺，自己独立创业，可有实现财务自由的机会。唇厚稍歪，不善言辞，易犯口舌是非。下巴见兜，晚年无忧。第3个，掌面偏硬，纹路深刻，偏筋骨质，做事坚韧有毅力，但掌强指弱，虎吞龙的格局，容易喧宾夺主，主次不分，做事易抓细节，忽略大局。家长纹偏乱，心绪不宁，烦心事多。生命线初期见希望纹，人是聪明人，脑线弯长也看出这点。20至25岁见很多上升线，上进心很强，分外努力，似乎效果并不理想。上升线初也伴随着横纹干扰，30岁之前是人生经历坎坷成长的阶段。事业线很深刻，事业心强，做事主动积极。财运线也有，加上脑线弯长深刻，
聪明又能力，只是纹路稍欠弧度偏深刻。有能力强的人通病就是个性偏耿直，缺乏灵活和应变，加太阳线不明显，人缘也一般，靠自己单打独斗，事业格局受限。筋骨之人适合小打小闹，不适合做大事业。感情线前期羽毛，桃花旺，从影响线多条也可看出，有条和影响线和事业线接触到了，这代表婚姻，接触后立马延伸出财运线，说明婚后财运变旺。不过中年稳定后见2条影响刺破事业线，代表婚后烂桃花干扰。感情线中期的长岛纹也可看出这点，注意防范。第4个，眉眼来看，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场。一字眉的女人做事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效率非常高，加上圆大的眼睛，更是性格急躁，行事仓促，欲速不达。眼睛下3白，做事目的性很强，也易露锋芒犯小人，甚至有些时候会不择手段，为达目的不计后果。额头发际线有些杂乱，早年难得长辈助力，但额头高广，人是聪明人，领悟能力强，眉骨强，颧骨强，气场很足，做事自信果决，利于职场。但是夫妻宫凹陷，不利姻缘，眼露白睫毛翘，异性桃花旺，烂桃花干扰婚姻。颧骨高的女人权力欲望足，事业心很强，鼻长不见孔，城府很深，很精明，典型的职场女强人。不感情中安全感很差，在婚姻中偏强势。唇剑棱角，伶牙俐齿，得理不饶人，奴仆宫削薄，和下属晚辈子女缘分不深。下巴尖尖，晚年易为一孤苦。第5个，手如竹笋，指头尖尖，能享清闲，只是手指后巧，行事取巧，少了些筋骨智人的坚韧。典型的肉多于骨的手相，营养质，行事取巧少毅力，但是福运不错。从这饱满的掌丘也可看出，尤其是食指巽宫财位饱满，正财旺，本职稳定少起伏。从这笔直的事业线也看出，脑线尤其的弯曲有弧度，深刻少杂纹，聪明大方，为人圆融通达，慷慨不计较，人缘很好。太阳线也双条并行，贵人亦围绕在身边，只是小指外撇，和子女缘分不深，加上生命线尾端杂乱，晚年易为子女操劳。感情线见深浅不一，杂纹干扰，情路不顺，姻缘好事多磨。不过尾端见凤尾纹，婚后有旺夫前至。第6个，妆容很精致，注重外表的人，自信阳光，运势也会更好。女主3庭比例均衡，人生运势稍起伏。额宽额侧一马宫饱满，出行交好运，遇贵人。眉浓不散，做事有始有终，只是眉头稍带剑，亲了印堂，个性稍显急躁，做事有些放不开手脚。田宅宫见凹印，根基不牢，靠山不稳。眼缘睫毛翘，异性桃花旺，姻缘方面有些好事多磨。眉骨高，做事很有信心，事业心也强。鼻长而高隆，面广鼻长计量非常，说的是有些精明会算计，有时候会纠结小利忘了大局，加上印堂稍窄，事业格局受限。不过鼻头肉鼻溢满，财运旺，夫运强，有旺夫前至。唇薄而翘，能说会道，言多必失，易犯口舌是非。奴仆宫弱，人中浅和子女缘分浅，下巴尖，光芒易掩盖子女。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